跌落悬崖后，我得到了大量的仙人秘宝，只要修炼圆满，便可飞升化仙。然而我却一点也不开心，因为我如今不仅身受重伤，还快要饿死了。即使有再多秘宝，也无福消受。就在我想着如何自救时，苗圃内的花草竟突然口吐人言：“喂，那边的小子，石阁那有个黄色玉瓶，里面的丹药你可以拿来吃。”突然响起的声音吓得我浑身一个激灵，但听到有吃的也顾不上害怕，立马按他所说找到那黄色玉瓶。刚打开，顿时一阵药香扑鼻，只是闻着就感觉不那么饿了。随即我倒出一颗，一口吃掉，顿时一股温热迅速流入五脏六腑，不仅饥饿感一扫而空，甚至能明显感觉到连精神都恢复不少。这是什么灵丹妙药，竟如此神奇？还有，你莫非就是传说中的花妖？算是吧，我见你饿得不行了，这是辟谷丹，吃上一颗，10天不吃东西都不会感觉到饿。听到这，我心中大喜，不动声色地将整个玉瓶揣进怀中，然后又指向其余的3个瓶罐。那这些又是什么？是些固本培元和专治内外伤的，不过都已经所剩不多了。哪个是治外伤的？一听到有治外伤的丹药，我眼睛立马亮了起来。那青色玉瓶里的就是。听到这，我迅速上前翻找，倒出一颗碧绿药丸服下，没多久便感到腰部有温热感传来，伤势大为减轻。我小脸上满是激动，盯着石阁上的物品，眼神一阵火热。太神奇了！你既有缘闯入此洞府，那这些东西以后都是你的。那石阁上的3本古册，其中2本是修仙功法，黑色卷轴是一份藏宝图。你要是有兴趣，可以修炼其中的紫元诀修仙功法。紫元诀，我听得有些懵，但修仙2字还是朦胧听懂的。依稀记得小时候听爷爷讲过，这世上有仙人可飞天遁地，无所不能。我虽不识字，但生性机灵，随即就指向洞内的那具骷髅。这人就是仙人吗？他还算不上，只是一个修仙者。不过这些丹药都是他炼制。你若能成为修仙者，也可以像他一样炼制出这些丹药。你想不想成为修仙者？他忽然变得循循善诱起来，我一听，心下激动无比，感觉心跳都比平时快了不少。要是能成为修仙者，那爷爷的大仇岂不是就能得报？自己以后也不会被欺负。一想到这，我连忙开口：“那我要怎么做？”我来教你，你按我说的做就行了。见我答应，他的声音里隐隐透出一丝兴奋。你先把紫元诀拿过来，我教你如何修炼。可我不识字。我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不识字啊，那倒有些麻烦，不过也没多大关系。你把那3本古册都拿过来吧。我按他要求，上前将3本古册取下，然后依次摊放在苗圃前。你右手边第1本就是紫元诀，那上面有图谱，文字由我解释教你，你按我说的对照着图谱修炼。我懵懵懂懂，照他所说盘膝坐下，只是认清身上的经脉和穴位，就花了好几天。接着更是被复杂玄奥的修炼法门弄得手足无措。我本就不识字，更没接触过什么奇经八脉，这让我新奇和激动之余，更多的是感觉到艰深晦涩，极其难懂。就这样又过了7日，我又吃下一颗辟谷丹后，花妖略显急切的开口：“怎么样，感觉到丹田内的气流了吗？”我摇了摇头，有些无奈。还是没有。花妖，你说是不是因为我太笨了？我此刻有几分羞愧，觉得自己辜负了他这数日来的辛苦传授。花妖闻言也无奈地叹了口气，忽然问道：“你看看辟谷丹还剩几颗？”我全倒出来数了数，一共还有6颗。6颗加上你刚服下的1颗，你待在此地最多也还有70日左右。看来以你的资质，2月半就想修炼成紫元诀第1层功法，踏入炼气期1层，有些不太可能。他似是察觉出我的资质并不太好，口气隐隐透着一丝急不可耐。我也不说话，不知怎么的，这一刻忽然没了任何担忧，有的只是对自己命运的漠然和麻木，心底更是滋生出一股从未有过的戾气，对着老天爷不公的恨意。石窟陷入沉默，我也没再开口。又过了好长时间，花妖这才说道：“我最上面的1颗果实，你摘下来吧，记住，只能摘1颗，若不然，以你的资质，服下第2颗，定落得个爆体而亡的下场。”他声音里充满了极大的肉痛、不舍，同时夹杂着些许无奈。我对他的话已深信不疑，随即便摘下顶部的1颗果实吞下，味道还不错。然而接下来，我便感觉体内传来无法忍受的剧痛。我惨叫一声，直接倒地开始抽搐，感觉到体内一条条经脉撑胀的快要炸裂，眼前一阵阵发黑，好几次都险些昏厥过去。但我硬是咬碎了牙，强行让自己保持着一丝意识。1个时辰后，疼痛终于缓缓退去，我也渐渐开始变得精神起来，直到体内传来无比舒适的感觉，还发现自己身体表面竟多出了一层黑色的污垢。小子，继续向里走，那有一条地下暗河，你去洗一下吧。花妖见我挺了过来，多少得到些安慰。我按他所说，循着水深处走去。此时我脑清目明，感觉很是神奇。找到一处合适的暗河地段，我跳下去好好洗了一番，发现此前被杨虎毒打留下的暗伤都好了不少。我心中对花妖无疑充满了感激。洗干净之后，我还特意将破旧衣服也洗了，随后就这样穿着未干的衣物回到花妖面前，继续修炼吧。接下来你应该会感觉到比先前容易不少。
花妖信心满满的开口。果然，我接下来在修炼紫元诀，竟真的感觉到容易很多。又经过2个月的苦修，当辟谷丹仅剩最后1颗，我终于将紫元诀第1层修炼成功。怀着激动心情，正要向花妖报喜时，却猛然看到苗圃中飞出一团淡绿色光球。我眼前一花，还没来得及说话，那绿色光球便钻入了我眉心。随着嗡的一声，我只感觉到眉心一阵剧痛，随后便做了一个很是奇怪的梦。梦里我化为一个拳头大小的黑色光球，在一片朦胧天地里自由遨游着。忽然，那绿色光球气势汹汹闯了进来，它比我足足大上好几倍，不过光芒很是暗淡。一见到我所画的黑色光球，它有些愣住，似乎是吃了一惊。不过很快，它便凶狠地扑了上来，开始噬咬起我所画的黑色光球。我也不甘示弱，上去撕咬。虽然它的体型更大，迅速便将我全面包围，但我所画光球的凶悍程度却远超于它，一时间谁也奈何不了谁。随着时间推移，我所画的黑色光球越发凶猛，竟开始慢慢占据上风。那绿色光球感觉到不对，大吃一惊，但似乎又极不甘心再次与我撕咬。然而在我吞噬掉一部分绿色光球后，变得越发凶猛，势不可挡。终于他意识到不是我对手后，便开始向外逃窜。这时我脑中只剩下一个念头，那就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放他逃走。在我的强烈念头下，这片朦胧天地忽生异变，一丝隐约的弧光竟将他给彻底关住。我一刻也不敢耽搁，迅速将他吞噬得一干二净。不知又过了多久，我浑身打了个激灵，这才悠悠睁开双眼，能感觉到身体极度疲惫和虚弱，尤其脑袋异常昏沉。又过了一会儿，那些碎片画面便消散了，随后我也清醒了过来，想起昏迷前从苗圃内飞出的绿色光球，并在梦中与其相互撕咬吞噬的一幕。尽管我无法理解这发生的一切，但可以肯定，那绿色光球对自己绝对是不怀好意，图谋不轨。花妖，我低低喊了一声，但好半天都没有任何回音，我的心一下子凉了下来，猛地望向苗圃，才发现那株花草竟不知何时枯萎了，剩下的那6颗黑色果实全都变得干干瘪瘪，只剩一层干枯的皮，而那7片叶子更是枯黄脱落，再没了任何色泽。但好半天都没有任何回音，我猛地起身，愤怒地连连咆哮着花妖花妖，但这石窟内再没了先前那花妖的声音，而我也已经猜到那绿色光球多半就是花妖。我此刻只感到无比的迷茫，甚至是害怕，可更多的却是愤怒，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我对他充满着感激和信任，可到头来他竟然一直在骗我，一直想要对我图谋不轨。我木讷地坐在石凳上，发了好久的呆。许久之后，我才目光冰冷地起身，开始重新仔细搜索这石窟，同时心中有着疑问。虽然自己成功修炼了紫元诀第1层，但好像除了丹田内多了些不知是何用处的气流外，力气也没有明显增长。那我现在到底算不算是一个修仙者呢？唉，可惜自己不识字，花妖一死也无法再继续修炼下去。出去后无论如何也要先学会识字才行。随后我不知不觉来到了那具骷髅前，伸手一摸，它竟化为了飞灰，消散一空。而它所坐之处竟露出一个暗格，里面是一枚白色片状玉石和一个巴掌大小的四方盒子。我将白色玉石拿在手中，可研究了半天，也实在弄不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随后又打开了那四方盒子，发现里面竟装满了绣花针，可似乎又不是绣花针，这比绣花针要粗上不少，其上还隐隐有着神秘光泽流动。又仔细寻找了多遍，见再无任何其他发现，我这才将所有东西包了起来。最后又望了一眼那株枯萎的花草，先是去了那塌陷的坑道口，发现绝无上去的可能后，只好又回到石窟，顺着地下暗河一直往下走。此前花妖曾隐约提过，这地下暗河流向一处峡谷，想必应该能找到出去的路。当我历经曲折，终于走出望龙山，望着万里无云的晴空，有那么一瞬，竟有些不知何去何从。我本打算直接去镇上学识字，暂时不回杨庄村，可一想到自己带的这些东西，若被有心人发现，那可就不妙了。而且自己身无分文，到了镇上也一筹莫展。但若回杨庄村，自己失踪2个多月，定会惹人起疑，尤其是那杨虎，绝对会刨根问底。若是自己已经识字，我肯定哪儿也不去，就在山中潜心修炼，直到有能力为爷爷报仇。思来想去，我决定还是先回杨庄村，毕竟熟悉的地方更有安全感。专门等到入夜，我将包袱悄悄埋在一个很不起眼的荒芜之地，这才只身回到村里。还没靠近破土屋，杨虎家那条狗忽然开始狂吠起来。谁？杨虎听到动静，推开门，提着一把斧头走出来。是我。我冷淡开口。听到我的声音，杨虎先是一愣，随后又显得有些吃惊。臭小子，你居然还活着！臭小子，你居然还活着！老子还以为你死外面了。他的声音很是淡漠，在他眼里，我甚至还比不上那条看门的。我也懒得跟他多说一句，径直走进破土屋，直接躺在床上呼呼大睡起来。杨虎目中喷火，但我一贯对他就是这冰冷态度，即使他每天打骂我，也从来没改变过。哼，没死也好，老子这次还能大赚一笔。杨虎冷哼一声，反身进屋。回村后一连几天，我都和往常一样，没露出任何异常。只是在某天深夜，我悄悄将东西给带回来，藏到了破土屋。说来也怪，自我回来后，那杨虎居然破天荒的每天送来饭食。到了第5日，我刚起床走出土屋，便看到来了一个长相凶悍的陌生人。见我走来，杨虎那堆满肥肉的脸上竟露出笑容。小杨，你过来，嘿嘿。闻言，我眼皮微微一跳，不过还是很平静地走到院中。那长相凶悍、满脸横肉的壮汉，仔细地上下打量了我几眼。杨虎，这小子也太瘦了点吧，能行吗？见壮汉有些不悦，杨虎立刻谄媚解释：赵头，
这小子虽说瘦了点，但骨头硬着呢，也有一把子力气。那行，既然有力气，那我就带走了。说完，壮汉指向我，我一头雾水，愣在原地没动。杨虎见状，从怀里摸出一张写满了字的纸皮，皮笑肉不笑地说道：“小杨啊，这位是临县来的赵工头，是来我们村子雇佣劳力的。我已经帮你争取到了一个名额，跟赵工头签了雇佣契约书。你跟他走吧，以后也算有了正式差事，我也对得起你那死去的爷爷了。”听到这，我恨不能直接抱起刮他几耳光。这杨虎明知我不识字，即使在上面动手脚，自己也无从得知。更可恨的是，就是此人害死了爷爷，反而一直装的无辜大度，实在可恶。随即，我目光看向壮汉，敢问赵公，这纸上写的到底是什么？那壮汉瞟了杨虎一眼，随后淡淡开口：“这的确是一份杨虎带你签的雇佣契约书，内容是你到我星山矿挖矿，1月可得2两银子，最多干满3年便可离开。”挖矿，我对此略有耳闻。无论是爷爷在世时，还是近几年，都听说过有矿上的人来村子里雇佣劳力，也有人因为挖矿而发了财，回村娶上老婆，过上了好日子。若是自己去挖矿一段时间挣到银子，那学习文字就容易多了。但我骨子里根本不可能相信杨虎的话，所以赵公亲自说了一遍，这才半信半疑，也没什么好收拾的。包了几件换洗的粗布衣裳，并仔细思虑一番后，还是决定将那些在石窟内得到的东西卷进包袱。随后便跟随赵公来到村外一条大路，上了停在路边的一辆马车。一上马车就发现车上早已挤着4个孩子，他们都跟自己一样穿着破烂衣裳，一看就是穷苦人家的孩子。马车颠簸数日，这才来到大山深处的矿场。都给老子滚下来，快点儿，快点儿！赵公，你怎么打人啊？打人？呵呵，你们可是老子花了真金白银买来的，想打想骂还不是凭老子心情？你们5个现在已经是老子的矿奴了，要是不乖乖听老子的话，一不小心被打死，那也是活该。这时，其中一个偏小的孩子哭嚎着往矿场外冲去，怎料一个彪形大汉突然出现，并一脚将其踹飞。砰！那孩子重重砸在石面上，抽搐几下，嘴角流出污血，不知生死。其他几人脸色煞白，呆立原地。我眸中冰冷，不自觉攥紧拳头，得知自己竟是被杨虎卖为矿奴，胸腔里便燃起一团熊熊怒火。但眼前的惨状时刻提醒着我，万万不能冲动。此刻我必须将内心包裹起来。随后那小孩就被拖走了，而我和剩下3人被带到一处简陋木屋。木屋内只有5张木板床，别的什么都没有。由于马车上一路颠簸劳顿，再加上刚才的惊吓，其他3人很快在床上打起鼾声。我躺下，双手枕在脑后，却怎么也睡不着。随即起身盘膝而坐，又将紫元诀第1层功法练了一遍。很快，我整个人顿时神清气爽，疲劳也一扫而光，能隐隐感觉到体内那诡异的气流似乎又粗壮一分，只是苦于无法得知这气流到底有何用处。正思量间，木屋的门被推开，一个面黄肌瘦的青年走了进来。别睡了，都赶紧起来，随我去领工具。青年粗暴地将几人从床上抓起，而我则趁人不注意，将包袱偷偷塞在了床下。随后几人便随青年来到一个石屋，石屋中坐着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那青年向老人拱手施礼后，便对着几人开口：“这是我们新山矿掌管工具的魏老，以后若是工具坏掉，需要维修或换新，直接来找魏老即可。”说完，那青年又朝老人开口：“魏老，麻烦你给他们1人1套工具。”跟我来吧。随后我们每人领到了一根铁签、石锹和铁镐。刘松拿起工具很费力，胡来和张顾没问题。我原以为自己会很费力，但没想到竟很轻松就抓了起来。我随即装出一副十分吃力的模样，结果下一秒，魏老眼中闪过一抹异色。你叫什么名字？杨凡。我这老胳膊老腿的，身体也不太好，这小子就留下来帮我吧。魏老发话，那自然没问题。你小子真是走运了，还不赶紧谢谢魏老。我虽然不知怎么回事，但隐约也意识到自己似乎不用去挖矿了，于是赶紧学着拱手道谢，多谢魏老。随后青年领着胡来几人离去，我站在原地有些不知所措，而魏老则是古怪的眼神打量了我一番。小杨啊，我见你气力还不错，所以留你在此帮我。不过我这里的活也并不轻松。今天是第1天，你就先熟悉熟悉，这是关于新山矿挖矿工具的一些规矩，你要牢牢记住了。说着，他抛过来一本薄薄的小册，我伸手接过，同时脸上露出几分尴尬。那个魏老，我不识字啊。不识字没关系，你只要在这里干好你的差事，我可以慢慢教你。多谢魏老。先别急着谢我，我留你也是有条件的。从明日起，你每天必须在1个时辰内绕着矿山跑上1圈，若跑不完，当天的早饭和午饭便都没了。若能接受，你就留下；接受不了，也可以回去挖矿。我虽然不太明白他为何会这般要求，但我自小就经常在望龙山上采药，自认耐力还是有的，而且又能跟着他学习文字，所以思量一番后便直接答应。随后魏老又跟我介绍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规矩和自己要负责的差事内容后，便坐到石屋门口半眯起了眼睛。此刻我心中不免有些焦急，生怕自己藏在床下的包袱被回来几人发现，于是便开口询问：那魏老，我以后住哪？
当然是住这石屋了。里间里有一张床，你收拾下就行。好的，魏老，那我回去取下行李。随后我把行李藏在被褥下后，这才放下心来。而往后的日子，我也乖乖按照魏老的要求，天天在矿山跑步。一连数日后，那赵明忽然气势冲冲地闯了进来。魏老，这算怎么个事？这小子可是我花真金白银买过来的。你花了多少银子，我给你便是。魏征，别人怕你，我赵明可不怕。魏老，这算怎么个事？这小子可是我花真金白银买过来的。你花了多少银子，我给你便是。魏征，别人怕你，我赵明可不怕。在吴门，我那侄子可是内门核心弟子，而你只不过是个被贬至矿山的外门长老，想强占我矿奴，门都没有。赵明，这小子我是留定了。你若不服，叫你那侄儿来找我要人便是。我倒要看看，是我这犯过大错的外门长老大，还是你那内门侄儿大。赵明没料到魏老竟如此强硬，脸色极其难看。好，你给老子等着！赵明转身离开，我冷眼望着这一切，一直沉默。魏老不会给你添麻烦吧？这赵明不过是仗着自己那颇有天赋的侄儿罢了。我虽是宗门贬至此处的受罚之人，但也不是随便一个弟子就敢欺辱的。我从未听闻过什么宗门、外门弟子、长老的这些字眼，既陌生又新鲜，但我也没多问，只想赶紧学会识字。第二天天未亮，我便出了石屋，开始绕山跑圈。为了做到绝对保密和万无一失，我利用清晨绕山跑圈的机会，早已将3本古册、卷轴等分别藏在了矿场外的几处隐蔽矿洞中。而此刻我手中这本古册也并不是紫元诀，而是一本叫做《炼丹札记》的厚厚手册，其上记载着不少珍稀药草的名称和效用，还记载着几种药方以及炼制药方所述丹药的详细方法与步骤。此外还有一些天地灵火和修士真火的优劣介绍等，可惜我目前掌握的文字有限，还无法完全读懂。不过我也从书中得知自己得到的那几瓶丹药的名字和功效。我十分认真地读了一会儿炼丹札记后，我很快又来到另一个废弃矿洞内，这里藏的是另外一本修仙功法，名为天地混沌诀，与紫元诀所述修炼之法大为不同。以我如今掌握的文字程度理解，这似乎是一门专门修炼体魄强度的功法。我捧着功法研读起来，读得非常慢，几乎是一字一顿，逐一推敲。很快我便完全沉浸在了这种玄之又玄的神奇功法中，不知不觉间就开始盘膝闭目修炼。当我再睁开眼时，不由心中一惊，连忙将功法重新藏好，然后飞跑回到石屋。当我跑回石屋后，魏老神色明显有些不悦，这次花的时间太长了些，下不为例。是。说罢，我转身开始整理维修工具，可整理到一半，魏老却突然出声打断了我。小杨啊，这半年来你觉得我待你如何？魏老待我自是极好的。哈哈，你一定很奇怪，为何这半年我一直让你围着山跑圈，对吧？的确有几分疑惑。小杨啊，有话我就直说了，我留你在此帮我，并让你花半年时间绕山跑圈来增强体质，都是为了让你成为我的噬药童子。噬药童子？不错，我本是乌门外门的毒堂长老，但因为研制出一味毒方解药尚有缺陷，导致我乌门大小姐中毒后就被毁了容。门主降罪，要处死我，所幸大小姐宅心仁厚，留了我一条老命，最后被宗门贬至此处受罚思过。这些年一直在苦苦研究，希望完善这个解毒配方。近几日我感觉这配方已经差不多了，奈何我一代罪之身，不能离开这星山矿，所以只能将这试药人选放在你们挖矿人身上。你的意思是想让我服毒，然后再吃下你研制出的解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不过因为是试药，并不会让你直接服毒，而是浸泡在毒液中，由我控制毒药和解药的分量，从而观察毒性的变化。放心，肯定没有性命之忧。若你同意，我会想办法让你入我乌门，并直入内门。若是不愿，你现在就可以离开这儿去挖矿。不过那赵明很可能会把对我的怨气发泄到你身上。闻言，我顿时明白魏老果然不安好心，这个世界果然除了爷爷，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对自己好。思量了一番后，我答应了魏老，但也提出了2个条件：第一，浸泡毒液必须在这里进行；第二，我希望魏老能教我武功。魏老听后脸上顿时有些诧异，不过最终还是答应下来。随后，魏老搬来一个巨大的木桶，倒入清水，接着取出药包，开始添加毒药。很快，清水变得绿莹莹，散发刺鼻气味，而我则是面无表情，脱掉衣物直接坐了下去，浑身肌肤瞬间刺痛，随后变成奇痒难耐，脸上也浮现黑气。魏老在一旁看着我脸色的变化，眼中露出疯狂之色。他忽地又取出一包毒药倒入桶中，同时取出一颗丹药。这是解毒丹，你快服下。我略微迟疑了片刻，还是将丹药吞入口中。很快，脸上的黑气便开始缓解，不过没多久又重新多了起来。魏老见状，眼中露出不甘。
显得有些无奈。起来吧，今天的试药就到这儿。魏老，这毒液就交给我吧，一会儿我去找个废弃矿坑倒了便是。也好，不过这毒液毒素很强，你虽吃了解毒丹，但体内余毒未消，还是要小心为妙。我等魏老走了好一会儿后，将目光重新放在绿色毒液上。我重新脱了衣物，坐进桶中，立刻运行起天地混沌诀。1个时辰后，木桶中的毒液竟开始变为清水。为了不让魏老察觉，我还刻意留了一些毒素在体内。随后这才穿好衣物，感受身体的变化，心中欣喜不已。我能感觉到现在的身体与先前有了细微的变化，表面上虽然光滑，但内里的强韧程度却有了提升，让我再一次感叹天地混沌诀的神奇。接下来的2个月，我如法炮制，每次都将试药后的毒液用来偷偷强化身体。2个月以来，魏老对于我极其配合的态度也十分满意，于是传授了我一些拳脚功夫，甚至还传了一式毒功。不知不觉，我来到这新山矿已经有1年时间，我不仅学会了武功，还学会了识字。如今我已能将紫元诀和炼丹札记通篇一字不漏的读完，但唯独天地混沌诀依旧未能彻底读懂，而紫元诀最后附带的法术我也依旧没有任何头绪，想学成实在是太难了。不过如今我也渐渐沉下心来，只专注其中的兵剑术修为方面。由于同时修炼了天地混沌诀和紫元诀，精进实在太慢，我能明显感觉到距离炼气3层还十分遥远，于是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单独修炼紫元诀身上。只要能达到炼气3层，就能服用8珍丹了。到了深夜，我偷偷来到废弃矿洞内，捧着炼丹札记，眼神火热。如今我已能通篇一字不漏读完这丹书，更是已知晓当日在那洞府中的花妖，名为9叶莫阳果，竟是一种修仙界中比药草更无比珍贵的仙草。普通人即使服用几叶都能脱胎换骨，而修仙者服用不仅能提升修为，更是能提升肉身强度。这让我恨不得立刻回到那座洞府，因为札记记录得非常清楚，此仙草即便枯萎了，只要根不死就可以重新培养孕育开花结果。而我也早就想离开这新山矿了，只是经过数次观察后，发现唯一能通往外界的出口便是当初来时的那条通道，而那唯一的出口处有乌门10几位外门高手镇守，仅凭自己现在炼气2层的法力修为，可没有信心能逃离此地，这不得不让我另寻他法。随即便从另一处石缝中取出了那枚白色玉石和4方盒子，无论几本功法还是黑色卷轴上都没有任何关于玉石和细针的介绍。虽然我怀疑这细针是一种暗器，但可惜魏老死活不肯传授自己暗器的手法，说暗器乃是乌门内门的立门之本，非内门之人不可传授。我将那枚白色玉石翻来覆去查看，甚至突发奇想用牙咬了咬，却依旧没有弄出任何头绪。我本想拿石头敲碎来看，但又怕敲碎了会后悔不已，最终只能无奈地先将玉石和细针藏好，然后向石屋快步走去。刚来到半路，就能远远听到一阵呼喝与打斗声。见状，我心中一凛，趁着月色悄悄向那边前去。刚靠近就看到魏老正和个蒙着脸的青衣人打斗，眼看魏老就要落败，忽然汗芒一闪，从他袖口中射出点点寒星，直取了青衣人双目。叮叮叮，一连串火星箭射，青衣人不知何时取出一把铁钩，挡住了魏老的暗器。而我惊讶发现，自己竟能将魏老的动作看得一清二楚。欣喜之下，立刻在脑海中重复他刚才发暗器的动作。冯旭真是好胆，竟敢潜到我乌门势力范围，今夜定叫你死无葬身之地。魏老似是认出了那青衣人，说完手一抖，又是一连串寒星射出。青衣人没有回应，只是连连挥动铁钩挡住暗器，随后一步起身，朝着魏老的脑袋狠狠一勾。魏老见状，怒喝一声：“哼！冯旭，去死吧！”青衣人情急之中慌忙一闪，脸上被划出一道长长血痕。不好，有毒！青衣人低沉地咒骂了一声，身形猛地朝山林间跃去，很快便消失在月色之中。就在这时，从矿山出口方向迅速奔来2人。老魏，怎么回事？是翡翠楼的冯旭避过你等耳目，潜入了此处。我方才已经伤了他，他中了我的毒，跑不远了。老贾，你们还是赶紧进山搜一搜，不要留活口。听罢，那贾姓老者一挥手，跟他一起来的瘦汉便跟着进山了。我屏息躲在暗处，直到魏老进了石屋，才赶紧悄悄溜走。那叫冯旭的青衣人，要是逃到我藏东西的矿洞，可就不妙了。想到这，我心下一沉，赶紧向矿洞飞奔而去。没一会儿，便到了那藏匿物品的废弃矿洞外。还没走近，就听到里面隐隐传来说话声。我小心躲在洞口外，凝神细听。冯旭，你当真是越来越废物，连一个快入土的老东西都杀不掉，还敢在翡翠楼夸下海口？听清声音，我不由浑身一个激灵。这不是刚刚才和魏老见过面的老贾吗？他怎么会在这里？呸！嘉华，你还有脸说我？你不是说那魏征身有余毒，功力早已大不如前了吗？但他方才出手，根本没有功力大减的样子。若不是我早有防备，恐怕此刻已经是个死人了。冯旭大口喘着粗气，极为不满。贾华听罢冷哼一声：“那魏征害大小姐毁了容，羞愧之下便亲自服毒，想制出完善的解毒良方。此事整个乌门谁人不知？还有方才给你服用的解毒药，不出1日，你身上的毒就能尽消。
无需担忧。冯旭闻言，这才渐渐平静。那先前说好的酬劳呢？只要你能3日内杀了魏征，酬劳双倍。此事不能再拖了。数月前，魏征不知从哪找了个矿奴给他试毒，听说他已经完善了解毒良方。此事要是传回欧门，让门主知晓，魏征必会东山再起，到时外门毒堂就要重回他的掌控。所以最多再给你3日，若你不行，会有别人替代你。我们走。贾华冷冷说完，便向洞口走来。见状，我只好先退到远处藏起，待贾华领着那瘦汉走远，我盯着洞口焦急起来。朕真是邪了，怕什么就来什么。这家伙还偏偏就逃到了我藏东西的洞里。好在自己已对里面十分熟悉，知道一个绝佳的藏身点。随后我便缓慢地朝里走去，边走还边祈祷对方千万别发现我藏的东西。修炼紫云诀后，我的身体日益轻盈，没弄出任何响动，便顺利到达藏身点。透过缝隙看去，发现那冯旭已将面罩取下，露出真容。此人看去约莫50多岁，右边脸颊有个可怖血槽，显然是被魏老的暗器所伤。此刻他脸色发青，看来是余毒未消。这时洞内忽然哗啦一声脆响，一道白色荧光闪现。咦，玉简！冯旭声音中充满了难以置信，连说话都结巴起来。他本来只是胡乱踢下碎石屑，却没想到无意踢开一处石堆，露出一个片状白色玉石。见状我暗道不妙，正要不顾一切冲出去时，却在听到他说了声玉简后止住身形。玉简，莫非这人识得此物？透过缝隙，我见那冯旭双手都激动地颤抖起来，随后便见他将玉石拾起，略微踟蹰后就向额头贴去。我脑中顿时嗡的一声，心中莫名激动起来，原来是要贴在额头上的吗？竟是仙师之物，仙师之物啊！没想到我冯旭竟老来得宝。冯旭狂笑一阵后，竟开始老泪纵横，握着玉简又哭又笑。他这下反倒让我有些愣住。不过岂能让此物落入旁人之手？顾不得他是什么江湖高手，我上去就直接偷袭，一招黑虎掏心猛地砸了过去。谁？冯旭毕竟在江湖上摸爬滚打多年，察觉有人偷袭，吃了一惊后，便立刻反应过来，身子一扭就一脚踢出。我眼中闪过狠厉，便出拳与他硬生生碰了一记。顿时全上传来一阵麻痹，我立刻向后跳开，并顺势将藏在另一石堆中的4方盒子拿起。冯旭才中了毒，虽服了解药，但余毒未消减，动用真气加重了毒伤。你是何人？我没有理会，只是默默从盒中取出一把细针，按着先前魏老使用暗器的手法，手一扬便将细针向前甩去。冯旭虽看不清我的脸，但他见我手臂甩动，便起了警觉，本能向后急退。可恶！冯旭忽感腿上一痛，似被什么东西狠狠扎了一下，他不敢再妄动真气，干脆直接朝矿洞外跑。然而没跑多远，他便忽地双腿一软，跌倒在地，同时额头冷汗直冒。见冯旭突然跌倒，我趁机又是一把细针甩出，这次有大半都直接刺进了他后背。随后我又搬起一块碎石，狠狠朝他后脑砸去。随着砰的一声，冯旭就这样阴差阳错地死在了我手上。这毕竟是第一次动手杀人，我胃里突然一阵翻涌，花了好半天才适应过来。缓过来后，我才上前拾起玉石贴在额头，顿时感觉有无数文字涌入脑海，令我一阵阵眩晕。接受完大量的信息，我正在原地半天没缓过神来。这被冯旭称为玉简的东西，其内竟蕴藏了一个名为太玄隐光阵的神秘阵法，而那4方盒子则是一成套的顶尖法器，名曰飞火流星，其中细针又称为飞火阵，足有360枚。将飞火阵注入法力后，便能组成太玄隐光阵，再以神识操控，成为非常厉害的困阵和杀阵。我之前虽从未听闻过阵法法器这些，但结合种种已知信息，我想这多半就是修仙者的武器了。而自己先前竟当成普通暗器使用，当真是想想就觉得好笑。而且从玉简中我还得知了神识，应该就是自己觉得越来越强的那种特殊意义。可惜自己还是有太多不懂，若是能拜入一个修仙宗门就好了。不过眼下我还是得赶紧将飞火针找回来，而寻找方法也很简单。因为这4方盒子同样是配套法器，名曰流星盒，只需向内注入法力，流星盒便立刻红芒闪动。随后矿洞里那些零落的飞针，甚至包括刺入冯旭体内的那些，便全都自动飞回了流星盒中。随即我取出1枚注入法力，然后按魏老的那种暗器手法，猛地将针甩出。只见一阵乌芒划过，飞火针瞬间刺入坚硬石壁，不见踪影。法力、法术、法器，这时我也明白了一些什么。默默斟酌良久后，才用流星盒将这枚飞火针收回。接着我尝试了一下组建太玄隐光阵，不过很遗憾，以失败告终。似乎是因为目前的修为实在太低，神识和法力也都偏弱，连太玄隐光阵要求的最少36枚飞火阵都无法同时控制。但我又隐隐觉得，这好像又不仅仅是法力和神识的问题，总感觉缺了点什么。想了半天也毫无头绪。既然想不明白，我也不再做无用功。而且今晚的收获已经非常巨大，足以喜出望外了。现在也终于不用再担心自己实力低微，我便将藏在不同矿洞内的物品全部取了回来。做完这一切时也快要天亮了，而今天的事情我决定暂时什么都不告诉魏老，只要再修炼一些时日，待修为进入炼气3层，说什么也不可能会留在此地。至于魏老，
他本就对自己没安什么好心，虽然确实对自己有些恩，但答应帮他试毒也算还了这份恩。若不是自己有清心丸，那试毒后残留在体内的余毒也早把自己给毁容了。只是自己正好在修炼天地混沌诀，这些试毒的毒液能被吸收锤炼肉身，也算是因祸得福。这之后一切照旧，我每天深夜便钻入偏僻密林，不断重复练习发暗器的手法。魏老让我试毒也越来越少，如此又过了1月，魏老便说试毒结束。而就在试毒结束的第2天深夜，魏老又遭到不明身份的人暗杀。这一次前来暗杀的竟还是2人。魏老双拳难敌4手，最后使出了保命毒功才将2人逼退，可他自己则身受重伤。然而我却没有选择出手相助。如今除了要为爷爷报仇和修仙大事，我对其他都没兴趣。第2天我来到魏老的床榻前，魏老精神萎靡，半躺在床。小杨啊，我答应过你，你为我试毒，我便可保你进入乌门内门。你拿着这2封信去乌门找大小姐乌清玄，她看了信后会收你入门的。接过信后，我依旧沉默无语。既然信给了2封，想必这位老人有所托。果不其然，沉默了一会儿后，魏老苦笑开口：“你这孩子，有时候我还真看不透。你小年纪，也不知跟谁学的这么有城府。”魏老既有所托，那便直接说吧。若能办到，自不推辞，也算还了你的所有恩情。我说这话时，很是平静。魏老闻言愣了一下，脸上的苦涩更加浓郁。小杨，这2封信，一封是我保你进乌门的，另一封则是解毒丹方。你先将我保你的信交与大小姐，若是万一乌门没有收你，那这附有解毒丹方的信你就不用给了。听到这话，我眼中这才闪起一丝异色。魏老，你天资不错，若我没中毒，也没被人暗杀重伤，我是有打算想收你为徒的，奈何我早已料到了自己会有这么一天。说着，他又摸出一本厚厚书籍。我这一生对毒的研究都在这经书里，你若有兴趣，可挑些来学；若无兴趣，便帮我找个传人传谕他吧。我心绪复杂，接过毒经点头。若有机会，我定帮你找个传人。魏老闻言笑了笑，闭上双目。我则是深深鞠了一躬，转身走出石屋。我知道会有人来料理后事，而自己离开星山矿前，自然是要先去找那赵明算上一账。简单收拾了一番后，我便朝着正在开采的矿洞走去。星山矿是乌门的产业之一，每年为乌门的暗器制造提供了大量铁原料。这些日子以来，我早已打听清楚，那赵明本是一江湖土匪，偏偏其侄赵渠武学天赋很高，被乌门一高层长老看中，收为弟子。这赵明便打着赵渠的名头，一跃成了这星山矿的实权人物之一。如今他手下已有上百名矿工，靠着压榨这些矿奴赚的是盆满钵满。我走过正在开采的一个个矿洞，看到里面那些挥汗如雨、面如土色的矿工们，想到这里很多人付出莫大血汗，却连半文钱都拿不到，不由再次感到这世界命运的残酷无情。若不是自己没被杨虎推下悬崖，失足坠入那个修仙者洞府，自己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甚至有可能比他们还惨。这时其中一个矿洞忽然响起怒喝：“敢偷懒，老子打死你！”紧接着便是一阵噼啪的鞭子抽打声。求求你别打了！似乎有人求情，我闻声走了过去。待看清那倒地被打之人时，眼神不由一凝。眼前之人竟是与我同一日被带到这星山矿的孟然。我清晰记得那日他想要逃跑，结果被一彪形大汉踹中肚子，口吐无血不知死活的一幕。1年多的时间，当初那个腼腆内向、眼中有光的孟然，如今已经骨瘦如柴，眼中只剩死灰，犹如乞丐。而旁边唯一敢替他求情的人，也是当时5人中年龄最大的胡来。我依稀记得，在来星山矿的路途中，在那拥挤的马车内，是胡来讲的笑话和不知从哪听的趣闻，打发着众人无聊的时间。那时的几人都天真以为是来挖矿赚钱的，哪曾想是早已被卖身为奴。而那手持鞭子的光头我也认识，此人叫李瘸子，是赵明手下的一个打手。李瘸子见胡来敢求情，阴笑一声，挥起鞭子又朝胡来狠狠抽了过去。胡来嗷嗷叫着，眼中燃起毫不掩饰的怒火，但却又无可奈何。这时我已经走了进来，并扶起孟然，谁知那胡来竟忽然冲过来将我推开，拉着孟然到一边去了。我当即愣了愣，随后看清胡来与孟然的神色，不由想明白了些什么。这2人眼中对自己竟也有着仇视之色，不过并不是那种深仇大恨，而是一种对命运不公的愤恨。我曾经也有过这种眼神，所以并不陌生。李瘸子见我过来，略显诧异的开口：“你来这干什么？”我懒得废话，直接说明来意：“带我去见赵明。”见赵头？哼，赵头岂是你想见就能见的？你可别忘了，你也是赵头的矿奴。众人都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毕竟他身边根本没有任何人。带我去见赵明，或者死。我面无表情，手上扣着另一根飞针，随时准备甩出。之前我已悄悄甩出一根，刺中了李瘸子那条没有瘸的好腿，而注入法力的飞针，法器以暗器手法甩出，根本不是这些江湖人能抵抗的。如今我虽然未成年，但早已领教了这世界的冷酷无情，所以自己也必须学会无情，学会狠。李瘸子脸上的嚣张之色渐渐消失，
继而浮现出恐惧神色。只有他自己才清楚那条好腿此刻有多痛，那是有什么东西直接扎在了骨头，令他根本难以忍受的非人剧痛。快把这针取出来，杨帆，我立刻带你过去。李瘸子疼得满脸大汗，跪倒在地苦苦哀求着。见状，我这才取出流星盒，将他腿中那根飞针收回。李瘸子感觉疼痛缓解，再也不敢废话，一瘸一拐走在前方带路。当走进一处精致小院后，我看到赵明正吃得满嘴流油，那络腮胡上沾得满是油腻，看着就令人恶心反胃。更恶心的是，这赵明还让婢女帮他喂食，随后还一脸坏笑的咬住那婢女的手指。想到那些矿工们正流血流汗，没日没夜的苦干，这赵明却如此享受，使我瞬间怒火上涌，恨不得直接甩出一针将他毙命。李瘸子，你搞什么鬼？没看到老子正在吃饭吗？赵明第一眼看到的是李瘸子，顿时开口怒骂。李瘸子只好闪身，赵明这才看到我。是你来干什么？当初杨虎与你签的契约书还给我吧。我面无表情，冷声开口：还给你？凭什么？老子可是花了真金白银的，就连那魏征都没能从老子手上拿走，你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又凭什么？那便不要了。我依旧面无表情，两手一甩，一道流光乍现，身后的李瘸子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就被数根飞针洞穿眉心，瞬间倒地，气绝身亡。赵明脸色大变，猛地抬起桌子朝我砸来，我动都没动，任由那桌子砸中，随后哗啦一声，桌子破碎，木屑纷飞，我却是一点事没有。随后轻轻弹掉衣角碎屑，扬手一甩，数道飞针破空而去，直射赵明眉心。赵明瞳孔一缩，刚想闪避，眉心便被洞穿，随后轰的一声倒地身亡。婢女被吓得连声尖叫，朝院外逃去。我则在各个屋内仔细搜索，费了一番功夫后，才在一个上了锁的铁箱里找到一沓厚厚的契约书，找到杨虎签订的那张。看到上面写的价钱是50两银子，而期限竟然是终身。我冷笑一声，扛起铁箱，然后重新来到矿洞，直接将铁箱扔在了人群中。神识字啊！过了一会，才有人站出来，小声的表示自己认识。这些都是你们被卖给赵明为奴的契约书，你帮着挨个找到对应人，由他们自行处理。说完，我便要转身离去，却突然有人喊道：“你把这些契约书偷出来，是想害死我吗？”闻言，我脚步一顿，冷冷盯住那人，只令他浑身一冷，差点没瘫坐在地上。赵明已死。随着我话音一落，整个人群先是一片死寂，随后猛然爆发出压抑已久的欢呼声。然而这时，一老者忽然带着数人，杀气腾腾朝此处赶来。待几人走近，我一眼便认出那为首的是贾华。贾华目光冰冷，他正在处理魏征的丧事，乍然接到赵明被一个少年杀死的消息。起初他还不敢相信，不过此刻见到是我，他不由有些信了。赵明是你杀的？贾华说完，苍老双目中泛起阴毒神色。在先前出手时，我便早已在心中打定，此时根本不想废话，直接飞火针甩出。贾华和几人全都大吃一惊，没想到我竟会如此果决。叮的一声脆响，贾华身形闪动，抽出长剑挡下飞针后，剑身上竟只留下一个小口。见状，我心中一紧，立时明白这贾华不好对付，而贾华也被刚才那速度极快的飞针吓了一跳，顿时老脸涨红，怒喝：“大胆魏征，竟私自将那门暗器手法传给了你，真是该死！”说着，他手中长剑一挡，向我刺来。同时呢，剩下几人迅速散开，将我团团包围在中间，这让我心跳有些加快。乍然面临这样的场面，没有任何经验，手心隐隐有些出汗。见贾华长剑刺来，我本能向后跳开，却陡然发觉身后一凉，来不及多想，直接一缩就地翻滚，堪堪躲过一记背袭。幸好魏老教过自己一些普通拳脚与身法，加上有特殊神识感应四周，不然刚才就直接被开颅了。念头都在一霎之间，清魂定后，我直接取出数枚飞针，注入法力向四周急甩出去，紧接又是数枚再度甩出，连番几声惨叫传来。几个人躲过了第一波，却被第二波飞火针刺中。不远处的那些矿工们，一个个全都看傻了，他们谁都没想到，平常那看起来人畜无害的瘦弱少年，竟能与这些巫门高手交战且不落下风。贾华怒极，那看不透我手上的暗器，只觉诡异之极，速度实在太快，他无法想象一个10多岁的少年体内真气竟充沛到如此地步。就在此时，其中一人也被我洞穿眉心倒地而亡，但我的消耗也不小，同时十分清楚自己体内法力并不多，如此仓促的使用，怕消耗殆尽后也不能斩杀贾华。我渐渐平静下来，如鹰隼般冷冷盯着贾华，同时神识感应着身体四周。3丈范围的风吹草动，不再滥用法力，而是只凭从魏老那里窥学来的暗器手法，甩出飞针直取几人眉心。贾华暴喝一声，长剑忽然脱手掷出，速度极快朝我心口刺来，我只能再次闪身躲避。不过这次速度实在是太快，转身之际，长剑贴着胸口，带起一缕血痕飞向远处，顿时胸口传来一阵火辣疼痛。我眯起眼睛，寒芒乍现，直接取出11枚飞火针，注入全部法力。冷静之后，再以暗器手法甩出，明显比先前更有章法。
同时控制着这些飞针，其中5枚前赴后继，一根接一根射向贾华，另外5枚则射向刚躲过一波的那几人，最后1枚飞针则伺机而动。那几人的功力明显不如贾华，率先被速度更快的飞针射中眉心，几乎同时毙命。而贾华一退再退，几乎逼出了他全部功力和杀手锏，也才堪堪躲过4枚。就在他险而又险，勉强将第5枚飞针避过，忽然眼前一花，竟又有1枚不知何时出现，瞬间将他眉心洞穿，随后便身体一软倒地不起。看着四周倒地的一个个尸体，我脑袋有些眩晕，随后收回所有飞针，正准备奔入山林躲藏时，忽看到有2个褴褛身影向自己走来，竟是那胡来与梦然。杨哥，谢谢，先前是我们误会你了。胡来小声说着，眼中有着一丝羞愧。梦然则张了张嘴，却是一个字都没说出口。我看着2人，忽然问道：张顾和刘松呢？刘松跑了，张顾被打死了。我对此面色倒很平静，不过对于刘松跑了一事颇感诧异。那出口处至少还有6、7名高手镇守，这刘松是如何跑的呢？随后我从腰间取出血，先前从赵明那里搜到的银两分给了2人。一会儿那些守在矿山出口的人很可能就要过来了，赶紧想办法跑吧。就在这时，那些矿工们忽然一个个情绪激动地向出口涌去，让我不由眼睛一亮，连忙对胡来2人说道：快走，跟着他们一起闯出去。我本打算钻入山林寻一隐蔽之地，待法力恢复之后再闯，不过看到这么多人向矿山出口涌去，再抬头看看已经暗下来的天色，我知道这是一个绝佳机会，毫不犹豫混入人群中。我几乎是被人推着在向前走的。站住！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全都给老子滚回去！矿山出口处，一个独眼汉子举着弓弩，对着人群厉声喝道。情绪高涨的矿工们一听他的喝骂，更是充血上头。眼看出口就在眼前，哪还管得了？人群根本没有丝毫停顿，更加疯狂地涌向出口。想死？老子成全你们！那独眼汉子直接开弩，连续箭矢飞出，最前面的几个矿工应声倒地，血流不止。他一个人拦不住所有人的，一起冲出去！这时人群中不知是谁高喊了一声，而我也已经挤到了人群前部，直接趁乱向那独眼汉子甩出飞针。那独眼狼仅剩的一只好眼忽然一痛，丢下连弩，双手捂住眼睛惨叫起来。矿工们一阵振奋，继续向前，很快便冲破了栅栏，来到大路。随后我在山林间潜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确认没有追兵，才长长松了口气，找到一处偏僻之地。等法力完全恢复后，也没急着离开，而是继续修炼了半月有余，这才出了山林，沿着大路向望龙山脉方向赶去。足足赶了半个多月，这才赶到望龙山脚下的磐石镇。此镇正是管辖我所在小村杨庄村的集镇，但我却发现这镇上竟也有自己的悬赏令，这让我立刻起了警惕。若杨虎得知此事，又该是什么反应呢？我心底冷哼一声，暂时不准备理会杨虎，而是买了些干粮，等到入夜一头扎进望龙山。凭着记忆，我重返崖底洞府。洞内一切如旧，只是那株七叶花草已彻底枯萎，山中无岁月。我不问世事，一心修炼。我将9叶莫阳果的根茎重新栽入修整好的苗圃，每日悉心照料，同时将所有时间都用来修炼紫元诀。这天修炼到一半，我忽然睁开了双眼，自己已卡在炼气2层巅峰瓶颈1月有余，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突破到炼气3层。看来一味如此继续修炼下去，效果实在甚微。炼丹札记已明确有数，8针丹必须达到炼气3层后方可服用，否则会有爆体危险。但我卡在炼气2层巅峰再无寸进，应该离炼气3层已经很近了。冒险服用1颗，或许有希望突破。随着丹药入体，一股庞大的灵气忽然爆发开来，只是一瞬，体内经脉便已多处断裂。我连忙服下1颗养元丹，但情况更糟，嘴角溢血。危急关头，我兵行险招，立刻运转天地混沌诀。随着功法运转，我痛苦的神色稍缓，体表开始渗出黑色污垢。不知过了多久，我再度修炼起紫元诀，气息陡然攀升，没想到竟顺利突破瓶颈，达到了炼气3层。此时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听觉、视觉和嗅觉都有了提升，无论闭眼与否，方圆10多丈内，所有风吹草动似乎都能了如指掌。随后我跳入暗河，洗净全身污垢，身体变得晶莹，感觉浑身舒爽清透。除丹田内的法力再度增长外，似乎双臂与双腿肌肉里都蕴含着一股想要爆发的力量。这种踏入炼气3层后所带来的明显变化，让我终于能够确信自己已经是个真正的修仙者了。我巩固修为半月后，来到苗圃前，9叶莫阳果根茎已变得通体碧绿，长出一片墨绿小叶，根部有一个小花苞。我细心浇水，眼神火热，随后回到石床，取出黑色卷轴研究。这黑色卷轴不知是何材质所制，其上描绘着无比复杂的地形，正是当初那花妖所说的藏宝图。线路最终所指，竟似乎是在水面之上。不知这藏宝图的尽头会是什么宝物呢？我将卷轴收起，拿出紫元诀，开始研读后面附带的法术。很快我就明白，自己当初尝试修炼太玄引光阵为何会失败，很可能就是缺了这门法术。我激动的立刻盘膝坐好，取出1枚飞火针，注入法力，按照法诀开始练习。1个月后，
我手指一动，面前一枚飞火针立刻灵活地飞来飞去，终于学成了。最先学会的居然是控物术，一法通，诸法通。我继续将天眼术和敛气术也修炼成功。我尝试同时操控多枚飞针，最多时达到12枚，但立刻感到脑袋昏胀。看来以目前的修为，最多只能同时操控12枚飞火针。随后我将9叶莫阳果的一片新叶和未完全开放的花摘下吃掉，随后运行天地混沌诀。待彻底吸收完以后，我能感觉自己那肌肉间的力量似乎又变强了。这次重新回到石窟，我足足修炼了1年半的时间，期间收获巨大，但迷茫之处也越来越多。我清楚，如今仅凭个人力量，似乎有些行不通了。若是身在修仙宗门，有人解惑答疑，不知该有多好。思虑良久，我最终还是决定离开。等出了望龙山，我便直奔杨庄村。这次终于可以为爷爷报仇了。离开3年，如今的杨庄村似乎一切都没变化。爷爷死后，我在这边感受不到任何温暖。我不想太过张扬，等到入夜，才悄无声息走进熟悉的院落。走进破土屋，杨虎家的狗刚张开嘴巴，我直接一脚踹了过去。它连闷哼都没发出，就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我来到杨虎窗外，屋内一家3口正在吃饭。杨虎的儿子挑着最好的菜肉，杨虎老婆一脸惧色，杨虎越发肥胖。我看着杨虎的孩子，有那么一瞬间，我扣着飞针的手微微顿了顿。不过下一刻，爷爷被杨虎悄悄害死的一幕又浮上心头，我目中寒芒一闪，飞针悄无声息从窗户飞入，直刺杨虎心脏。同时手掌猛地一握，那刺入杨虎心脏的飞针立刻旋转搅动，随即手一招，飞针便被收回。杨虎突然朝窗外看来，脸上尽是愕然和惊恐，连一个字都未说出，便已气绝身亡。以前我心里一直想着，若将来有能力报仇了，定要在杨虎面前好好折磨和羞辱他一番。可真到了这一天，却发现以前的某些想法，在此时好像变得不再那么重要，甚至连照面我都懒得打。屋内传来惊慌失措的呼喊和桌椅打翻的声音，我蓦然转身离开此地。随后我来到村外爷爷的墓前，深深磕了几个头，随后便消失在了朦胧月夜里。我已经决定要去寻找修仙宗门，踏上真正的修仙之途。